Hello， 我是大脸喵。这期视频呢，分享一下在 UE5 中比较常用的灯光设置。那如果场景里只有一个光源的话，无论你的模型有多出色，那整体的感觉呢，看起来还是比较平淡的。所以一般情况下呢，会采用多点光源来为角色打光。最常见的一种方式呢，就是3点照明。首先，第一个就是主光，是场景中的主要光源，负责照亮主体，并确定画面的明暗关系。可以使用直射光、聚光灯等等。这个呢，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去选择。第二个是背光，一般是从人物后面照射，它主要是将人物从背景中分离出来，从而产生层次感。一般背光常用的呢，就是聚光灯。那有的时候在观察人物效果的同时，很难再去调整灯光的角度，这个时候可以选中背光灯，然后通过右侧的坐标去调节，按住 Ctrl 拖动鼠标的话呢，数值就会一点点的变化，更好操控。第三个就是补光，或者也可以叫做侧光。那它的作用呢，就是稍微照亮一点暗面，不至于让暗面看起来呢是一片黑，就是达到一种不仔细看一片黑，仔细看呢还有一些细节的效果。那一般情况呢，是从底下往上照亮一点暗面，这就是最常用的一种打光方式，可以使人物呢更加立体一些。但是这么看呢，还是缺少一些点睛之笔，画面还是有些死板。为了让人物更加鲜活一点呢，这里再加入一盏灯，用来点亮眼睛的高光，这样呢会让人物看起来更有神。眼睛是心灵的窗口嘛，那这个差别呢还是挺大的。这个灯就是放在人物的前面的一个点光源，但是它和别的灯呢不太一样，我们需要对它做一些设置。首先需要关掉投射阴影，以免产生不必要的光影。继续往下滑，将漫反射范围变成0，也就是说它不参与正常的光照啊。如果把它变成1的话，那么它就是一个普通的点光源了，它会照亮整个的面部，这样呢就破坏了原来的光影了。也就是说它现在呢只能照亮高光的部分啊。通过调整高光度范围，可以调整它的强度，或者调整光照强度，也可以调整它的强弱。可以看到这里它只能影响有高光的部分。然后这里的圆半径可以调整光源的大小，那数值呢不宜过大啊，不然就没有这个点睛的效果了。这就是最基础的一个灯光设置。在这个基础上呢，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再去修改。能力一般，水平有限，希望能帮助到你。这期的分享就到这里，感谢观看的你，我们下期见。